二战德国有位传奇元帅，人称微笑的阿尔贝特。这个外号源自他总面带笑容，即使在最紧张的战局中也保持镇定自若的态度。这种特质让同僚敬佩，可盟军飞行员们却一点也笑不出来，因为他指挥的防空部队确实非常难对付。他首创了灵活防御战术，将高射炮分散部署，形成交叉火力网，还能快速转移阵地，让盟军轰炸机群每次空袭都损失惨重。这种打法既节省兵力，又效果显著，就连对手丘吉尔也承认他的军事才能。但就是这位元帅，后来却被判了死刑。从备受尊敬的名将到军事法庭的囚徒，他的人生充满矛盾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胖兵，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凯瑟琳元帅的故事。阿尔贝特·凯瑟琳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的一个普通家庭，他老爸是一名教师，本以为儿子会子承父业，但凯瑟琳却选择了从军。20岁那年，他加入了炮兵，开始了自己的军旅人生。他带的部队可不一般，是巴伐利亚第2炮兵团，这里训练非常严格，正好适合认真的凯瑟琳。他学东西特别快，尤其擅长计算炮弹轨迹，这为他后来指挥作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凯瑟琳终于有机会实战。他先后在西线和东线都指挥过炮兵部队作战，那时候炮兵可是战场之王。凯瑟琳把大炮用得特别溜，总能准确命中目标，战友们都对他很佩服。不过凯瑟琳最厉害的本事还不是在前线开炮，而是他在参谋部工作时展现出来的组织能力。他特别擅长制定计划，安排后勤补给调度，这种能力在后来帮他获得了很大发展。战争结束后，德国战败，军队规模被大幅度缩减，很多军官都被迫离开，但凯瑟琳却留了下来，因为他能力确实突出，在10万人的国防军中仍然获得了重要职位。在这段相对平静的时期，凯瑟琳可没闲着，他不断学习新知识，研究最新的军事理论，特别是对空军很感兴趣。虽然那时他还在陆军，但已经关注飞机的发展，这也为他后来的转型埋下了重要的伏笔。1933年，德国重建空军，需要大量专业人才。当时还是陆军军官的凯瑟琳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，已经48岁的他选择转入空军服役。这个年纪转换军种，就像熟练的厨师改行做外科医生，需要极大勇气和适应能力。凯瑟琳被任命为行政长官，负责空军的组织与后勤。这些工作看似枯燥，却是空军战斗力的基础。他运用陆军的管理经验，建立起高效的后勤体系，从机场建设到人员培训，从物资供应到通信联络，每个环节都安排得井井有条。他特别重视地勤保障，深知再先进的飞机也需要地面支持。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使德国空军快速成型，短短3年时间里，他就晋升为空军将军，担任总参谋长要职，证明其能力获得认可。但凯瑟琳并不满足只做办公室工作，49岁那年，他开始学习飞行，最终获得了飞行员证书。这件事在当时传为佳话，展现了他认真投入的状态，也帮助他更好理解空军作战。1939年战争爆发，凯瑟琳指挥第1航空队参加波兰战役，他的部队与陆军配合默契，为装甲部队提供空中支援。这种陆空协同战术在当时堪称创新，取得显著作战效果。1940年法国战役中，他指挥第2航空队，承担更重要的任务。在敦刻尔克上空，他的空军部队持续施压，虽然最终未能阻止撤退，但展现了空军的作战价值。凯瑟琳擅长组织大规模行动，能协调数百架飞机协同作战。他特别注重通信联络，确保各部队配合顺畅。这个习惯源自于炮兵时期，现在应用于空军指挥，取得出乎意料的效果。在跨军种合作方面，他展现出独特优势，既懂陆军作战方式，又了解空军特性，能很好协调2军种配合。这种能力在德军高层中显得尤为珍贵。不过转型过程并非一帆风顺，一些空军资深军官对这位半路出家的同行起初并不完全信服，但凯瑟琳用实际成绩证明了自己的价值，特别是在组织管理方面显示出过人才能。他推动了许多创新，比如建立野战机场网络，完善战时后勤补给体系。这些建设看似平凡，却极大提升了空军持续作战能力，为后续作战行动奠定基础。
随着职位不断提升，凯瑟琳的责任也越来越重。从最初的后勤管理到后来指挥航空队，她始终保持着学习态度，不断适应新岗位要求。这种能力在军人中确实难能可贵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已经成为空军将领，凯瑟琳仍保留着炮兵思维，重视火力协同与计划性。这种混合型指挥风格使她在后来作战中经常能出奇制胜，找到解决问题的独特方法。从陆军军官到空军元帅，凯瑟琳的转型相当成功。这段经历证明，专业背景固然重要，但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同样不可或缺，特别是在战争时期，更需要这种复合型人才。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凯瑟琳迎来真正考验。她先指挥第一航空队参与波兰战役闪击战，空军与陆军完美配合，开创全新作战模式。这种协同战术效果显著，让对手措手不及。法国战役中，她更进一步，指挥更大规模空军部队，在敦刻尔克上空持续保持空中压力。虽然未能达成全部目标，但展现空军重要价值，她的指挥能力获得认可。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，凯瑟琳调往东线作战，指挥第2航空队，支援中央集团军群，在明斯克、斯摩棱斯克一系列重要的战役中提供关键空中支援，帮助陆军取得进展。然而，东线战场太大，空军力量逐渐分散。随着战局发展，凯瑟琳面临新挑战。1941年底，她被调往南方，负责地中海战区。这个任命改变了她的生涯。来到阳光明媚的地中海，凯瑟琳却要面对难题。她需要协调海陆空三军，应对盟军强大压力。北非战场补给困难，沙漠环境考验耐力。她与隆美尔将军合作，但两人风格迥异。凯瑟琳注重后勤保障，隆美尔偏好冒险进攻。这种差异导致分歧，但他们都尽力而为。凯瑟琳组织空中补给，尽力维持北非战线。虽然最终未能挽回局势，但已尽最大努力。1943年，盟军登陆西西里，凯瑟琳面临更大挑战。他敏锐判断出盟军意图，及时调整防御部署，指挥德军有序撤退，避免重大损失。这次行动展现他的应变能力。随后，意大利战役开始，凯瑟琳迎来高光时刻。他充分利用亚平宁山脉，构建多层次防御体系。这条防线如此坚固，被盟军称为冬季防线。在这里，他展现防御天赋。盟军进攻多次受挫，每前进都要付出代价。凯瑟琳巧妙利用地形，轮换部队，保持战力。虽然兵力处于劣势，但他指挥灵活机动，让盟军进展异常缓慢。有趣的是，盟军指挥官既佩服又头疼他的战术，称他为最难对付的对手，甚至研究他的战法。凯瑟琳能准确预判盟军下一步行动，经常提前做好准备。不过，凯瑟琳也有失误，有时过于自信，低估盟军实力和决心，但总能及时调整策略。他特别注重士兵福利，确保前线部队能轮换休整，尽力改善伙食供应，提供充足的医疗保障。他还经常视察前线部队，这种亲力亲为的作风赢得部下尊敬。在地中海战场期间，凯瑟琳还要应对多个盟友的不同需求，协调义军部队行动，这个任务相当棘手，但他处理得不错，保持联盟合作关系。纵观这段时期，凯瑟琳展现出全面才能，从空中到地面指挥，从进攻到防御作战都能胜任自如，成为德军重要统帅。盟军不得不承认他是个难缠的对手。这段经历也证明现代战争需要统帅具备多军种指挥能力。凯瑟琳的跨军种背景正好适应这种需求，虽然最终未能改变战局，但他的表现确实出色。凯瑟琳在意大利指挥时签发过数道命令，要求严厉打击当地抵抗活动。这些命令措辞严厉，允许采取必要手段，确保德军后方安全，维持补给线畅通。1944年3月23日，罗马附近发生了拉塞拉路炸弹袭击事件，随后德军部队果断采取相应的报复行动。由于回应游击袭击行动过于凶猛，此事后来成为重点调查案件。战争结束之际，凯瑟琳被盟军逮捕，1947年接受审判，法庭指控他未能约束部下行为，应对相关事件负责。审判持续数月时间，传唤众多证人。法庭审理期间，检察官出示证据，包括战时文件和当事人证词，证明凯瑟琳知晓相关行动计划并批准执行。辩方律师则主张凯瑟琳专注前线，对具体执行细节并不完全知情，且战争环境下通讯条件有限，难以全面掌控。法庭最终认为，作为战区司令，凯瑟琳负有责任，
判决结果是死刑。这一严厉判决引发广泛讨论。有趣的是，多位盟军将领出面表示异议，其中包括曾与凯瑟琳交战的英国陆军元帅亚历山大，他认为判决过重。这些军方人士虽然曾是敌人，但尊重凯瑟琳作为军人的能力，认为他应当获得更公正的对待。经过重新审议，判决最终改判死刑改为监禁，凯瑟琳被转移至战犯监狱服刑，开始她的囚徒生活。在监狱期间，凯瑟琳保持纪律，每日读书写作，整理战争经历。她与其他战犯交流有限。监狱环境严格，但允许某些特权，比如书写材料和有限的外界书籍。这些条件使得凯瑟琳能够继续进行军事研究。关于审判的争议持续很多年，不同法律专家提出各种观点，有的支持原判，有的认为过分。这个问题成为军事法经典案例。法庭证据显示，凯瑟琳确实签署相关命令文件，但具体执行程度存在讨论空间。这种模糊地点正是争议焦点。1952年，凯瑟琳因病获释，结束4年监禁生活。她回到巴伐利亚老家，开始专注撰写回忆录。这部作品历时3年完成，详细记录军事生涯，包括战术决策过程和重要战役经历。晚年，她保持规律生活，每天早晨散步思考，下午整理战争资料，偶尔接受历史学者访问，但避免公开讨论时政。1960年，健康逐渐恶化。7月16日在睡梦中离世，享年74岁。葬礼在巴特瑙海姆举行，遵循其生前意愿，仪式简单而庄重，仅家人和少数战友出席。他的墓碑简洁朴素，只刻有姓名和生卒年月，符合其一贯低调风格。他的军事成就获得公认，被誉为防御大师，擅长组织多兵种作战。意大利战役期间，以劣势兵力阻挡盟军，展现卓越指挥能力，连对手都表示敬佩。但争议始终存在，部分历史学者认为某些战时命令欠妥，作为战区最高指挥官应承担相应责任。另一些学者则指出，当时战场环境复杂，决策受到诸多限制。德国视其为杰出统帅，英国认可其军事才能，意大利观点较为复杂。这种评价差异反映历史认知的多面性，其战术思想仍被研究，特别是防御作战理论对现代军事仍有影响。你怎么看这位元帅？欢迎留言说说你的想法和观点。好了，本次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了，我是大胖兵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